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买了塔罗牌，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影片，翻了很多书，还是听不懂牌在跟你说什么。有的时候甚至会怀疑是不是自己没有天分。其实啊，你缺的不是天分，也不是许多零碎的资讯，而是一套温柔有系统的学习地图。这个就是我为你设计的米娅的22堂塔罗线上占卜课程。这22堂课呢，不只是教你怎么解牌，而是教你如何真正的跟塔罗牌产生连结，听懂它想要告诉你的讯息。更特别的是，我把吸引力法则的概念融入到整套教学之中，帮助你转化内在限制性信念，打开能量流动，吸引你真正渴望的爱情跟财富。这堂课总共有4个章节，22堂精心设计的内容，从基础观念、解牌方法到实战演练，一步一步的带你掌握塔罗，开启你跟宇宙之间的能量通道。第一章，踏上塔罗的魔法旅程，学会挑选自己的牌卡，认识塔罗牌的起源，了解大阿尔克纳还有小阿尔克纳的差别，还有怎么跟你的牌卡建立专属的灵性连接。第二章是解牌的核心技巧，逐章解析每一张牌的意义。重点呢不是死背牌意，而是让你学会运用直觉，每一次抽牌都能够精准的掌握宇宙给你的指引。第三章进入到实战应用的部分，3张牌、5张牌，爱情、事业各种问题，用真实的案例带你实际演练，帮助你清楚的读懂牌意，做出温暖又有力的解读。好，第4章呢，也是整门课的一个亮点哦。塔罗牌结合吸引力法则，帮助你启动丰盛能量。塔罗牌不只是解答问题，而是成为创造人生的强大工具。这是一堂线上预录课程，影片从4月30起陆续上架。购买之后呢，你会有1整年的观看期限。如果你在影片上架期间购买的话，观看期限会从全部影片上架完毕之后才开始计算。想学塔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点选下方链接，一起展开这段魔法旅程吧。Hello， 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是月老给你们的真心话，以及有什么样子的惊喜哦。那我们今天的解牌会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会先帮大家对应一下你们过去到现在的能量状态，作为你们的验证牌。接下来呢，会来开始解析月老有什么话想要跟你们说，以及你们的惊喜哦。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朋友你们的验证牌的部分哦。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呢会点到这支影片，它并不是一个偶然。你们会点到这支影片，而且选到这一组牌，它并不是一个偶然哦。你们并不是没有爱过，也不是没有被爱过，只是呢，我觉得你们曾经在过往的感情里，可能曾经跌得很痛、很深，或是觉得很孤单。那你可能曾经很努力的去挽留某一段关系，但是最后却换来对方的冷漠、疏离，或是离开，或是你觉得你在这段关系太诚实、太用力，爱得太深，没有办法去放手。我觉得这组的朋友啊，可能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在你的心里住了很久很久。这个久呢，是你以为你已经放下了，但是有的时候你听到一段歌词、一个旋律，或者是一场梦，或者一个类似的物件，就会让你又心跳加速，想起这个人，或者是会让你整夜没有办法入眠哦。那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在人际关系上啊，
确实有一些人让你觉得很受伤哦，比如说你付出很多，那对方给你的回应跟回馈却没有如你所预期的。对你来说呢，你觉得你可能很体谅对方，你很能够去理解对方的难处，可是为什么今天反过来你需要被体谅、被体贴的时候，对方却好像没有办法顾虑到你，或没有办法理解到你，或是他说话的态度、处理事情的态度好像很伤人，完全都不顾虑到你的感受。那其实我觉得你们可能在人际关系的这一方面，你其实是很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你们会慢慢的让自己去想开一点，或是转念一点。有的时候就是不要想，因为也没有办法去解决嘛。然后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的心思很细腻，你们对于一些情节、一些情境、一些细节，其实可以记得很清楚。比如说你第一次跟某个人见面的时候是在哪一个场景，对方说了什么话，然后他身上的一些装扮，或者是说他可能戴了一个耳环，就是一些很细节的地方哦。他开什么车，或是拎了一个什么样子的皮包、配件等等，我觉得你都可以很细节的去回忆这个人好曾经跟他的一些相处，或是做过的一些事情。当然某部分的你们，我觉得你刻意不想要去想，因为当你去想的时候，你就会很心痛。那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其实你们也是属于一群比较心软的人，就是这个人如果他今天诚心诚意的可能意识到他的错误，或者是说他反过头来去哄你啊之类的，你们可能会心软，或者是说你可能会考虑要不要原谅对方，也就是这个人明明伤你伤得很深，你可能要放弃了，要离开了，可是如果这个时候我觉得对方啊他就是回过头来去跟你道歉，给你一些承诺跟保证，我觉得你们心里还是会动摇。对你们可能经不起人家的这种哭求，或是经不起一个就是曾经他对你很重要的人，然后经不起他去跟你道歉，或是对不起，或是跟你说一些抱歉的话。对你来说，也许他说了这些，或是说他做了一些弥补的事情，他曾经带给你的那些伤痛，你好像就可以稍微的去减缓，或是稍微的去淡化，虽然不可能会完完全全，但是我觉得也许有机会去转换。那我觉得其实你们很努力在跳脱出某一个情境，你让自己不要再深陷在那个痛苦中，或是不要让自己陷入到一个好像复仇者情节，想要报复他，或是觉得很生气，或是有些朋友可能是会很关注那个人的一举一动，就是一直想要去查他的讯息啊，或是可能会另外去创一个账号，想要去看对方的讯息。假设你们两个是互相封锁的状态，我觉得你们其实会想要从这个层次中去跳脱出来。那你希望你在爱情在人际的互动中可以更加的自在，更加的有原则，就是你不想要把自己困在一个很迷惘的困境，你希望你自己更洒脱一点，就是假设这个人欺负我，我就好一刀两断，再也不相见，或是说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想要把事情看得很通透一点。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已经进化到把事情看得很通透的这一块，因为前面的这个经历把事情看得很通透，就是有一种人间清醒，太过聪明，你会觉得所有的关系它都有缘起缘灭，到最后人还是需要跟自己相处，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一个人自己本身可能不管你中间有没有伴侣，最后你可能
还是要一个人过，你要独立，然后不要把自己的快乐交给别人，不要去依靠别人，不要去依赖别人，因为如果把心交出去，就有受伤的可能。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有的人想要好像用力的去表达一种不在乎，可是这种不在乎好像又是因为很在乎才想要去特别拉开这个距离。但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更加进入到一种人间清醒的一个状态，就是呢你们经历了很多事情，有一些体悟，就是说你不要把一些很重要的希望去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因为那个可能是很虚无缥缈的，不切实际的，因为人可能会变，就算现在很好，但不知道以后会如何呢？你宁可希望好自己可以在事业上，在财富上有多累积，那至少你有有自己的能力，可以过一个很丰盛、很快乐的生活，或者是说，透过财务的独立，给自己一个安全感。好，那这一组的朋友啊，以上是你们的验证牌哦。如果你觉得有符合到你的话，你们就继续听下去。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月老给你的真心话。我觉得这组的能量啊，对于大部分的朋友来说，就是你们有一种未完的缘分，就是月老想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是，你曾经的一段关系已经结束了，你以为你已经结束了，或是双方看似已经完结了，其实它仍然有一些缘分是待续未完的能量，很可能只是暂时沉睡。然后月老想要跟你说啊，你的爱从来没有被辜负，只是你当初遇到那个人，他可能还不懂得怎么爱人。有些朋友是你给的太多，他承受不住，你太真实，他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子的真实。有的时候并不是你爱错人，并不是你的错，而是对方还没有准备好。然后月老想要告诉你说，你不用担心说你自己好像在感情的进度条是不是落后其他人。有些朋友可能你觉得自己单身了很长一段时间，或者是说自己是还没有进入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感情，然后你可能会觉得很迷惘，说人生未来到底要怎么样，自己现在这个状态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哦？但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其实你到目前为止你已经做的很好了。然后关于爱情啊，月老的讯息是你们有机会跟某一个人重新把一段美好的故事重新启动，但是这个重新启动并不是原封不动的重新的连接，重新的来过，而是两个人都变得更好、更成熟、更清醒之后再次相遇。所以月老他并不是随便的绑一条红线，而是我觉得他真的在某个夜晚里去听见了你的心声，然后把某一段遗憾写进那本厚厚的命运剧本里面，并且去加注告诉你一句，好，这段感情是有机会重新的去起风哦。关于你跟某个人的故事啊，我觉得你可能内心有很多未说出口的话，你可能也来不及问了。也许你想要问他说，我到底哪里不好？你为什么当时要离开？或者是说他可能也有很多话想要说，我其实很想要留下来，但是我怕让你失望。我觉得你们之间呢，有些人真的是带了很多的沉默跟很多的误会。你可能曾经就是忍住眼泪，假装自己过得很好，但是却在某一个深夜，就是偷偷点开对方的社群媒体，想要去看一看对方的生活。如果对方过得很精彩的话，其实你内心会有一种痛。月老想要告诉你说，其实这个并不是给你的报应，也不是给你的惩罚，而是让你灵魂成长的
一段修行哦。为什么你们曾经要被拉开呢？是因为你们要学会彼此都有彼此的课题，彼此都需要学会什么是一段成熟的爱，什么是尊重，什么是感情中的一个界限。重点是你必须要先拥有你自己，才能够去爱人。也许你们在分开的这段时间啊，这几年啊，你学会了怎么去照顾自己，学会了怎么一个人去撑过低潮，学会了怎么不再一味的去讨好别人来换得爱情，而对方可能也在他生命中经历了各种高潮低谷转折，或者是醒悟，幡然醒悟，他开始理解你的好，开始后悔自己当初的不珍惜。好，然后月老想要告诉你说啊，其实第一组的朋友，你们不必很努力的去赶方向、赶进度，就是有点像你完成了一件事情之后，你要赶快去设立一个目标，去设立一个方向，然后再往前走，好像就是很不断的在赶路，不断的在前进，害怕自己落下来，就不断的在寻找下一个方向。其实有的时候啊，你们也是需要休息的，你们也是需要放空的。好，你们的每一段经历，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可贵，不要觉得说好像是自己的黑历史，想要把它怎么说磨灭掉。对，我觉得你可以用一个比较健康的角度去看待你过去发生的事情，即使在感情中你可能有过任性，或说有过错付，有过错待，但这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月老想要告诉你说，其实你接下来啊，在感情中会遇到一些好事情，就是它会给你一个好的能量，让你在感情的互动中可以更加的轻松，更加的自然，不会太过的纠结跟别扭，就是可以很轻松的去应对，可以跳脱出某一种不开心的状态。你在面对很多的人事物，或是在感情的发展的过程中啊，你其实可以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开心去接受，而不是有很多的压力。那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月老想要给你的惊喜，第一个就是除了你们待续未完的缘分之外，其实你还会遇到一些人，这些人他是有机会发展的，但要不要发展取决于你自己。就是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有一种很轻松很开心然后的一些交流，然后这些人是跟你有潜在发展的可能，他们可能是来自于不同的行业职业，或是有不同的背景。不管要不要跟他发展感情，我觉得跟他谈话都很像是打开一扇窗，让你去了解那个行业的点点滴滴，或是一些心秘等等，让你有多多接触人的一个可能。所以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这组朋友你们是有机会去认识人的，然后你们其实可以以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去看待你身边的一个缘分，而不是好像我今天跟这个人见面出去，就是如果他不是我的真爱，我就是浪费时间的这一种感觉。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进度，大家不用在感情当中好像要一直去追赶或是怎么样哦。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的幸福，而不是好像进入到某一个状态。怎么说呢？有些人想要赶进度而进入到一个状态，恋爱的状态，婚姻的状态，可是进入到这个状态就代表幸福吗？就代表你走在对的道路上吗？其实也不是。重点是你身边的这个人。然后其实我觉得月老有给你一些小提醒哦，就是你现在面对感情的态度，或是面对感情的一个心态啊、方式啊，可能无形之间让你失去了一些缘分哦，可能无形之间让你错失了一些感情的机会。那在接下来啊，月老想要帮助你去扭转某一个好像比较内耗跟封闭的一个状态。
那你真的不需要去担心时间的问题，你们就静静的等候，静候佳音。那重点就是当真爱来临的时候，你去辨认出来，然后你去把它接住。那前提是你一定要相信你这辈子会幸福，因为如果你觉得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真爱，这些爱情都是诈骗的话，其实你遇到了，他在你身边出现了，你也可能把它推开，因为你的脑子里连接的就是这个世界没有真爱，所以即使有不错的缘分出现，你也可能会下意识的把它推开。所以呢，我觉得你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相信你会幸福，相信你会遇到真爱。然后接下来你们的心情啊，我觉得它会变得更加的积极，更加的轻松，在爱情的这条路上让自己处于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不去担心，而是就是去认识人啊，去看看这个世界。我觉得你们有机会遇到一个很不错的另外一半，就是他的身心灵跟他的各个就是财务状况等等的都是有规划，都是安定的，都是成熟的。那另外呢，就想要告诉你说，在接下来几个月可能会有一些惊喜的征兆，比如说呢，这个是关于你们过去的那一段缘分哦，在某一次就是做梦的时候，你会梦见过去的一个人，然后你会觉得你跟他见面的场景很真实，在梦中，然后甚至有一些对话，然后你可能会开始频繁的听到一些跟对方相关的资讯、音乐，或是共同朋友传来的消息等等，或是有一些讯息是跟他的这个行业产业相关的。当你内在情绪开始释放，不再怨恨，然后慢慢感到释怀无所谓的时候，当你重新准备好接受爱的时候呢，好，其实你的爱情会到来，它可能是跟之前的那个人就是以新的面貌、新的能量连结，或者是这组朋友你们有选择，或者是我觉得你们也有一些新的缘分会出现。月老此时此刻他正在为你铺路，因为他知道你已经痛够了，等够了，所以这一次无论你们遇见的人是谁，他不是那个从前让你痛哭的人，他是一个准备好的人，他是一个愿意为爱负责任的人哦。那究竟会不会是你们之前某一个前任，或是这种暧昧到一半断联的对象呢？这里牌卡的讯息会是这一次的重逢啊，不见得是你的前任或者是之前的那个人，但是很可能是跟他的灵魂频率有非常多相似能量的人，但是这个灵魂频率不是那个旧的，就是曾经让你哭泣过那个灵魂频率，而是成长了蜕变过后的那一种能量哦。因为你的内在早已跟那个灵魂有所共振，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前任的升华版，或者是经历过一些跟你相似故事的新对象，你们都痛过，都失望过，但是也都没有放弃爱的能力。少部分的朋友我觉得确实那个人会回来，但是他是一个带着新的面貌、新的姿态回来。好，那最后啊，想要提醒大家，月老要给大家一些提醒。你们不用担心，你们终究会遇到一个很棒、很不错的人，两个人的价值观都会很符合，然后不需要太过的很多的一个磨合，或者是说这个磨合它是有期限，不会说要磨合一辈子。而且我觉得这个人的出现呢，他是可以给你带来很多很好的能量，可以给你带来很多很好的情绪价值。我觉得你们两个有那种互相陪伴啊，然后互相这种共同去游山玩水啊，一起学习，就是爱情的伴侣，也是人生中的伙伴，所以我觉得会是一段很棒的一个关系，它会为你的人生带来另外一个高峰。所以月老要让大家记住一些讯息哦。第一个就是你值得一份稳定而且深刻的爱情，你不需要去祈求，也不需要去委曲求全。真正属于你的那个人呢，他不会让你长期的怀疑、不安跟掉眼泪。
好，如果你真的跟某个人再相遇的话，那不是偶然，那个是因为因果成熟。这一次你可以安心的去爱了，然后也请你不要用过去的标准来检视未来的爱情，然后不要因为你心里的旧伤去影响到新的关系的走向。新的这段感情它会带来疗愈，而不是重复去排演，重复去展示之前的那个伤痛。这一次啊，月老要跟你连接到的这份感情是一份可以一起面对现实的爱，是可以一起携手面对未来的爱，是一个两个人都不会逃避的缘分。对于你们的未来的画面啊，其实我觉得你的灵魂啊，如果你有去预想的话，它其实已经看到了。米娅现在有一个显化共好营是免费的活动，在 YouTube 上的贴文大家都可以参加。那如果有些朋友啊，你们在显化目标，显化的是你想要一个幸福美满的恋情的话，我觉得很多朋友你的灵魂其实已经可以看到跟预想未来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呢，你跟某一个人在不经意的场合相遇，朋友的聚会，线上或是生活中的一些场景，便利商店、咖啡店、展览厅，或是旅行交错的时刻等等，你们两个人的眼神会对上，然后这个对上啊，它是一种灵魂层次很稳定的连接。你会发现这个人懂你，他也愿意去倾听你所有的故事，他不会逃跑，不会敷衍，不会把你当成可有可无的人。你们会有一段关系它是从朋友开始慢慢生根，然后慢慢进展，进入到彼此携手共度的这个旅程。这段爱情啊，它可能不会一下子就干柴烈火，它不会一下就烧得很快，但是它可以走得很远。这个也是你过去这几年很孤单，爱得很辛苦，或者是痛苦的感觉太深刻的一个回报吧。因为你过去就是在爱情这一方面可能跌跌撞撞，可能比较辛苦，这个是给你一个回报。月老想要跟你说，你可以好好的谈一场不委屈、不折磨、被尊重，而且是公开被认可的一个恋情好，那月老想要跟你说你要在心里告诉自己，你愿意跟过去的命运和解，你愿意敞开心去迎接这个灵魂伴侣的到来。好，他无论现在在哪里，他终究会绕过千山万水，回到你身边，来到你身边。好，那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最后呢，也提醒大家，米娅的22堂塔罗课程现在正在上线中，每一堂课呢都有指引，帮助你可以一步一步的理解牌意。那每一次的课后练习都可以让你的直觉越来越清晰。最重要的是，这个塔罗牌的课程呢，它不只是看牌意、了解答案、解牌而已，而是要帮助你成为更真实的自己，让每一张塔罗牌都可以成为你实现梦想的能量跳板。那22堂课程里面呢，也结合了显化法则跟吸引力法则的单元，帮助你转化限制性信念，打开丰盛之门。好，祝福选到第一组的朋友，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主题是月老的真心话，以及会有什么样子的惊喜要给你们呢？好，那选到中间选项第二组的朋友啊，我们一开始呢会先验证一下你们的状态从过去到现在的状态。接下来呢，我会看一下月老给你的真心话，最后呢看一下你们会有什么感情上的惊喜好，那我们要进入到验证牌的部分了。首先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就是你们拥有一种能够稳定他人情绪的能力，但是这个能力啊，你可能自己都没有发现，或者是说你都没有大张旗鼓的宣扬说我有这个能力。我觉得你们可能不是那种在人群里面最活跃的人，但是
你们却是一个让人感到安心的存在。你可能不知道，光是你的存在就已经治愈了、疗愈了很多人哦。我觉得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啊，你们可能是在朋友吵架的时候，你会默默转移话题的人，或者是说在群体当中啊，其实你们能够读懂气氛，也会帮别人留一点面子。有的时候明明自己也很累了，但是还是愿意就是把现场收拾干净。有的时候啊，比如说同事要跟你一起值班，或是说要跟你一起共事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有你在就很安心很放心。你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哦。其实你的出现啊，会让人家觉得很安心，不会提心吊胆。你的出现呢，其实治愈了很多人。有的时候你也会把自己的心事藏起来哦，因为害怕自己太多的情绪会麻烦到别人哦，因为你不想要造成别人困扰。你们其实还蛮会为别人设想的。那你并不是没有脆弱，只是你不常表现你的脆弱。那另外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并不是一个很容易被看穿的人。哪怕是跟你很亲近的人，有时候他也读不懂你的心。但是呢，宇宙想要跟你说，其实你并不孤单哦。你今天看的这个讯息，选的这个选项，这个讯息就是给你留给你的。好，如果能够坦然的被接受、被喜欢也很好。但有的时候，如果有人不理解你，或者说不小心误会了你，也没有关系。你不需要很着急的去解释什么，你可以选择安静走自己的路。你不需要去反驳，你就是离开，继续走自己的路就好了。那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有的时候也会为大环境感到担忧，特别是如果你听到一些讯息、一些新闻、一些动荡的这种新闻的话，你心里其实会觉得有点担忧，有一点忧虑，或者是说如果你有某一个信念、某一个理念，你发现有一些人做了一些很不可理喻的事，好在网络上看到，或者在新闻上看到，你觉得说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好乱哦，或者说这些人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会造成别人的麻烦，但是却还很理直气壮，反而去很提告别人或是什么之类的，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你也会想说如果我遇到这种状况应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们也会可能为了这种事情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很多奇形怪状的人哦。你会就是不希望你的生命中去出现这样子的人。好，那你们其实我觉得在别人眼中你们是很好相处的，可能温温的或是默默的把很多事情都收在心里。有的时候呢，就是别人对你的语气比较冷，或是说稍微有些不客气，你也不会马上的发作，而是你默默的去想说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你可能会下意识的去先想说你是不是哪里做错了，下意识的先去检讨自己。你们是很懂事的一组朋友，但你们的内心其实呢，有一个声音是在说你自己告诉自己，有一个声音说你其实很想要被爱，想要好好的完完全全的体会那一种真心被爱的感觉。有没有一个人可以无条件的爱我呢？不要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就是可以让我很安心的进入的一段感情哦。你们过去可能有一些在人际关系的低谷期，无论是爱情啊，或是这种人际相处，你觉得好累好累哦。有时候你不想要就是
这么麻烦，有时候觉得跟人相处其实很麻烦。那你们如果单身太久的时候，也会去怀疑说，到底有没有对的人存在呢？甚至你可能已经等了好久，等了好几年，甚至好几十年，你会觉得说，究竟月老是不是忘记我了呢？那你们对于情感啊，你其实有一些心事，你是藏得很深的，关于你的情感，关于你的情绪，有些东西你其实是把它藏起来的，所以别人不知道，甚至有的时候藏太久，你自己也忘记本来的你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面貌，然后有点像是你总是别人眼中那种很安心的存在，然后可能别人看到你的发文、社群媒体或是一些讯息，就会有鼓励、有共鸣，或是觉得想到你的这种曾经，想到你跟他交谈，曾经你跟他说过的话，或是说，想到你的这个面貌，他就觉得好安心、好放心。可是殊不知，你自己内心有很多的情绪，只是你没有表达出来。你有很多的低潮，只是你没有办法去展现出来。可能就是这是一个好像无能为力吧。你觉得你不习惯展现脆弱在别人面前，因为你很怕别人到底会怎么样子看你呢？好，然后以上是验证牌你们觉得有符合的话就继续听下去，那你觉得不太符合的话就回到选牌的环节重新选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月老给你的真心话首先呢，月老在你的身上看到一种很深很深的温柔，它并不是甜言蜜语啊，就是说我爱你那种就是表面的肤浅的爱，而是一种我觉得深入骨底的体贴，深入骨头里面的那种体贴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对于爱情其实期待的很简单，就是他能够懂你，他能够回应你，而不是你一直给。然后这个人他不只是在你光鲜亮丽的时候靠近你，他也可以在你白发苍苍，或者是容貌衰老，或者是经历低潮，或者是说很困难的时候不离不弃。对，你们想要的爱情是这样。你们过去可能在一段关系中，为了留住一段感情而过度的压抑自己，你不想要对方不高兴，或是你有时候害怕自己太任性会不会被讨厌，你试图去表现懂事的样子但是你可能忘记自己也值得好好的被疼爱。你们的心很细腻，你会察言观色，你会为对方考虑以后的路，比对方想的还久、还远、还深。但是这份深情如果没有被好好的接住的话，很容易变成你自己在受伤，自己在难过，自己在痛苦。很可能你过去遇见的人，他没有办法懂得你的深情。所以月老想要告诉你说，其实爱情它不需要你去压抑自己，不需要你变得很懂事，或是说极致的忍耐来换来对方的回应。真正属于你的爱是你可以安心的做自己，而且对方很喜欢你这样子的样子，或是即使你有缺点，他也是可以包容的，他不会离开，他是愿意留下的那个人。你们对于爱情心里的那一些渴望月老其实有收到所以接下来他想要跟你说，
你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你能够为别人做什么、付出什么，而是你本身就值得被爱。你身上有一种特殊的能量、特殊的气质，它是来自于你内心的温柔跟理解力。你能够理解别人的痛苦，你愿意陪伴别人走过低潮，所以你常常莫名其妙的就成为身边的人的避风港。但你自己呢？当你心碎的时候，有谁能够陪你呢？当你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压力大到喘不过来的时候，有谁可以真正听你说话呢？月老想要告诉你说，现在开始你不需要独自承担了，因为他要为你带来一段很不错的感情。那这个人他会懂你，会珍惜你，这段关系他不会让你再怀疑自己，也不会让你为了讨好而失去原本的样子，就是你可以在这段关系里轻松的做你自己，轻松的被爱。你不需要去迎合对方，改变自己的说话方式、穿着方式或是一些行为模式，也不需要把自己的一些喜好藏起来，只为了让对方不再有压力，或是你不需要再为低声下气，你也不需要对某些明明很在意的事情假装不在意，其实你心里都知道那个并不是你真正的样子，你不需要在暗里面太忍耐、太小心翼翼了。你们对于爱的渴望很简单，然后它不一定是要那种很澎湃、很华丽的，而是一个人他能够真正看见你跟珍惜你，而不是把你付出的一切当作理所当然。可能只是在你低潮的时候的一个陪伴、一个鼓励，或者是一句话，一个这种我在你身边的这样子的信任感，就可以让你卸下心里的很多的防备。宇宙啊，想要告诉你，月老想要告诉你，你需要再为自己勇敢一次，再为爱情勇敢一次哦。你可以勇敢的说出你想要的，你不想要的，你真正在意的。不要假装不在意，不要假装说好没关系，我可以忍，我可以包容。你不需要再默默承受了。而且我觉得这里的讯息是你们接下来迎接的这段爱，不是谁来爱你，谁来给你，而是你跟某个人可以共好，可以一起创造属于你们的感情旅程。好，你们值得温柔的被对待。接下来呢，月老想要跟你说，一场属于你的爱情的这个转机正在悄悄的靠近。这个爱情它会主动的走向你，在未来3个月内，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的爱情能量正在转动。那这种惊喜，这份惊喜会以一种很自然又很安心的方式靠近你。而它并不是这种从天而降的激情、干柴烈火，而是这个人会让你有一个安心感。他很可能是你生活中出现的一个人，他刚好出现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并没有这种粉墨登场或是很华丽的开场表白，但你会知道他的行为举动，还有他说的一些话，他是真正的关心你。有一些人呢，他会讲一大堆大道理啊，说我是在关心你啊。但是这个人他会在你难过的时候安安静静的陪你，他会告诉你说你不需要变得更好，现在的你就很好了。我觉得你们之间的连接，他会从日常生活的累积开始，可能是讯息啊、聊天啊，或是2个人一起共事，一起共同做什么事情，或是一起做一件比如说共同去旅游，共同去运动，共同在什么场合相处、相遇等等的。然后你会渐渐的发现，你对于这个人有好感，有不一样的感觉，而且跟他在一起，你其实不害怕，不再这么担忧说对方什么时候会离开。这段感情这段连接给你的就是一份安心感，它是一个可以走一辈子的温柔。2个人越靠近的时候越感到安心，而不是焦虑。也就是说，你遇见的这个人，他不需要你解释太多，也不需要你一直澄清说我的想法其实是这样啊，然后你误会我了，或者我没有那个意思。
你不需要去解释那么多，他会懂你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沉默，他能够看穿你眼里的那些心事。而且我觉得很多的责任你不用再一个人扛，这个人这份爱情会主动的走向你，并且去分摊你身上的一些担子。然后月老想要告诉你说，这份爱是可以让你放心做自己的，你不需要当一个完美的人，你可以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你的存在就值得被爱，你不需要变得很体贴，或是你不需要做回那个温柔贴心直觉敏锐让人安心的你自己。好，原本的你的这个状况不管好或是不好，都会有人真正的爱你。就算你在疲惫不堪的时候，就算你在这个身心灵很凌乱的时候，这份爱情也会稳稳的接住你，让你可以松一口气。然后对方是一个能够欣赏你独特的气质跟你的一些小细节的人，他是愿意主动的去承担，主动的去靠近你的人，然后他是一个会关心你，问你今天过得好不好的人，而不是只讲自己的事，只分享自己的一些丰功伟业，或是只关注在你对他有没有帮助，只关注在你对他可以带来什么好处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感情，而且月老会让这段感情在一个你最没有想到，你最不设防的时候，以很自然的方式展开。可能是在你最对爱情不再期待的时候，只专注在自己的工作跟生活的时候，某一个平凡的一天，这个人就是很自然的方式进入到你的生命中，然后他会有一种让你可以慢慢卸下武装的感觉。你会发现你不再需要像过去那么压抑，那么假装坚强，你不需要完美，你只要平凡就可以被爱。而且这份感情的出现呢，它是一种宇宙的回应，因为宇宙告诉你说，你曾经给出去的温柔，宇宙都接收到了，它用另外一种方式，在另外一个时间点，把爱还回到你身上。好，这个人他会在你的生命中慢慢的发光，你们相遇的那一刻啊，你会感觉一切都是这么的恰如其分，让你可以重新的相信爱，而且你们的相处会让你感到很安心，你不需要去掩饰情绪，也不需要猜来猜去，这种安心会让你松一口气。然后我觉得这个人他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假设你们是在3个月左右相遇的话，我觉得在接下来3个月之后的某一段时间，他会有一个真实的告白，或者是说就是有点像是真实的去跟你袒露他的表达他的一个心意，鼓起勇气对你说出他的一个心里话。我觉得这个好像内心话，这一场对话，深刻的对话会让你打开你的心，让你明白你并不是被月老遗忘的，只是宇宙会让一切在对的时机、对的时候才发生。所以呢，月老想要告诉你说，你是值得的。这个是月老送给你的讯息，它并不是安慰，而是承诺。因为真正属于你的那个人，他在能量上已经走进你了，你不需要再怀疑自己，你也不需要再把自己的心关起来。你的好并不是一直都没有人看见，你的好需要一个懂得你的人来珍惜。那接下来的日子要好好的照顾你自己，在遇见他之前把自己照顾好，然后为自己点一盏灯，这个人才可以循着这个光芒找到你。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盘啦，恭喜选到第二组的朋友。那最后啊，也提醒大家米娅的22堂塔罗课程现在正在上线中，课程已经全部上架完毕了。每一堂课呢都会有指引，帮大家一步一步的理解牌意。那每一次的课后练习呢，也可以让你的直觉越来越清晰。最重要的是，这个塔罗课程啊，并不只是了解牌意
看答案而已，而是要帮助你成为更真实的自己。因为我们每一张塔罗牌都会成为帮助你实现梦想的能量跳板。在课程当中呢，也结合了显化法则跟吸引力法则的单元，帮助你转化限制性的信念，打开丰盛之门。欢迎加入，成为灵性上的好伙伴，一起学习哦。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Hello， 选到第3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要来帮第3组的朋友们看一下月老的真心话以及惊喜哦。好，首先呢，我们会先来对应一下第3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状况哦。那第3组的朋友啊，感觉上就是你们身边呢，好像有出现就是某一种人，他有点像是在对话中常常不经意的会透露一种优越感，就很像他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然后往下看你。这种感觉啊，有时候虽然不明说，可是你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有一些人好像自以为很优越，瞧不起你，甚至有一点轻视你。对于你来说啊，我觉得你们其实会觉得这样子的态度究竟是为何呢？好，可能他真的有一些他值得炫耀的地方，但其实没有必要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别人，而且有时候他可能只是幸运的刚好的站在那个位置。那对你们来说啊，我觉得你们反而不会去理会这样子的人哦，你不会去跟他辩解，或者说不会去跟他争论说我也有我很棒的地方，你就是选择忽视他，不去理会他的这种好像轻视，或是说瞧不起，不理会他，然后不去接住他那些情绪。久而久之，我觉得你身边那个可能一开始瞧不起你，或者是说觉得自己很优越的人，他会有一种自讨没趣，就是不再想要去炫耀，或者是说他觉得你们好像也没有受影响嘛，就会有一种反而收敛的感觉。我觉得这组朋友你们其实把很多的事情想得很清楚，想得很明白。虽然生命中有很多的压力，虽然有的时候会让你喘不过气来，可是我觉得在你们的生命中有一种缺陷的美，不完美的美，就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么有秩序，这么完好，或者说这么光鲜亮丽。可是这当中就有一种可能算是不对称的美感，或是说它并不是那么完好，但是它却是很美的。那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的朋友啊，有一种很会思考人生的感觉。虽然你觉得很多事情你想不通，想不明白，但是很多的议题只有你们这一组的朋友才会去想。比如说呢，你会觉得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好，我就是要被生下来，然后学习之后工作赚钱，然后朝着某一个特定的目标走嘛。或者是说你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好，究竟成为人的意义是什么呢？那对你来说啊，有的时候你会很抽离的去再看自己的生活，有点像是你的生活是一场电影，你是一个观众，你在看这个电影中的自己。对于你们来说啊，我觉得好像很多时候会很需要很用力的去跟这个世界对抗或是生存。有一些事情就是突如其来的让你没有办法招架，或是打乱了你的方向。生活当中有很多迷惘的时候，可是你们还是努力的去缝缝补补，我觉得努力的去稳住自己的这个航道，在
惊涛骇浪的海面上，努力的去寻找到一个方向。我觉得你们还是尽可能的去发现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人是善良的，或是跟你同频共振的人。那有一些朋友啊，你们很可能因为曾经对人性失望，你有一点把自己封闭起来，就是你会觉得我越少跟人接触越好，我只要维持一些必要的社交，我不大想要去跟某些人，或是说跟大部分的人深入交心，因为你会觉得好像是白费力气，你会有一种我曾经努力寻找过，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找到那一种真正可以毫无条件信赖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甚至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会有一个想法是，连原生家庭的人可能都不见得可以信赖了。究竟这个世界有谁会值得你相信，然后会对你好呢？那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去思考很多的事情，但是在现实层面当中啊，你们还是会在你的岗位上去努力去完成，因为有些事情你的责任你并没有办法放下，该做的事情你还是会去做。或者说如果你是一个员工，一个爸爸妈妈，或者说一个学生，你还是会去尽好你的本分，因为你被某一些规则所规范。我觉得你们还是会去遵循这样子规则，因为其实很难很难去抵抗一个体制。那你们可能会有些朋友会借由某一种这种宗教的力量，或是跟一些特殊能量的连接，设法去找到心灵的一个安慰。那对于你们来说啊，你们可能会相信，其实人出生下来，很多事情一直在出生的那一刻就被决定了。那比如说你的一些基因，你出生在哪里，或者说你的家庭是怎么样，这个东西好像很难去改变。比如说呢，有些人一生下来的这个起点就很高，甚至是别人花了一辈子都追不上的那个起点。我觉得你们可能想一想就会很灰心，或者是说虽然我在我这个航道上努力，但内心还是会小小的想说，这个世界为何如此不公平？好，那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试图在这个忙碌紧凑的生活中去找到一个方法，让自己不再那么有压力，或是说可以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让自己不要活得这么的痛苦。好，你们对于你们来说啊，我觉得感情其实很像是一个奢侈品。有些人甚至不这么期待感情，有些人甚至是觉得一个人过也很好，害怕感情究竟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样子的变动。有些人可能会想说，我一个人过得很好，我其实也可以这样过下去，那我今天只是来无聊听一听这支影片。或是我觉得有些人其实是想要听见一个声音去扭转自己目前现在的一个想法。好，那以上啊是验证牌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要听一听月老的真心话及惊喜你觉得如果有符合的话就继续听下去，那如果你觉得不太符合的话就挑到原先的选项，那个选项的部分重新选择。好，
这组的朋友啊，我觉得其实你们会变得越来越豁达。月老想要跟你说，其实你现在的能量对于感情啊，很多事情其实变得很豁达，应该是说你很多事情都越想越清楚，越想越明白，甚至有一点太过清醒，太过冷血了。好，你可以爱一个人，但你没有办法很爱他，因为你觉得好像必须要保留一些给自己，也有可能是你们还没有遇到一个可以完全让你投入的人。然后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是非常感性的一组人，这个感性也代表你很容易受到别人的情绪波动影响而内耗，因此我觉得在谈感情来讲对于你们来说其实是有一点辛苦，在情绪上是有一点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们会去照顾别人的情绪。我觉得对于你们的能量啊，月老想要跟你说你们的能量很美丽，有一点脆弱，但是又非常的美丽。虽然有一点这种脆弱的美，可是你们的生命力却是绵延不绝的这样子一直进行下去，而且你们很真诚，你们其实在看得很清醒，或者说有一点疏离的面对这个世界的同时啊，我觉得你们内心有很多善良的部分。你们之所以会这么的保护自己，是因为你这颗善良的心曾经被伤害过，或者说你曾经被打碎过，你花了很多的时间才把自己拼凑好，拼凑完全，所以你不想要让自己再陷入某一个受伤的，可能会受伤的一个境界，所以你会宁愿选择疏离，把自己保护起来。那你们也不是那种很会就是把甜言蜜语啊，或是一些比较肉麻的话挂在嘴边的人。可能有些朋友你们也是那种不大会撒娇，这个撒娇是有层次的，当然你们还是会有撒娇的地方，可是跟其他组别比起来，你们并不是那种好像天生的会用你的一些，你们是有魅力，可是你们不会用你的魅力来获得好处。就是有些男生跟女生可能知道他本身的一些特点跟优质的地方在哪里，他会利用这些特点，好，可能去有一些心机的去吸引，在感情中吸引对方，吸引另外一半来获得他想要的，就是有点像是迷惑对方，或是说好并不是那么的真心。可是对于你们来说，你们也是有这些魅力跟优点，但你不会这么做。好，你们觉得不需要用这些手段，或是你们更期待一个真挚的感情然后月老想要跟你说啊，其实你不用好像一直强迫自己去照顾别人，或者说一直强迫自己去体贴别人，你可以把自己的情绪先放在优先的位置上。那并不是一个自私，你们太习惯去优先考虑别人，或者是可能害怕别人的一些眼神，或是对你不满意。有些朋友很习惯去压抑自己的需求，然后你可能只有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很生气很爆炸，但是面对一个你有点在意的对方，你又没有办法把这些生气跟爆炸爆到对方身上，除非你真的是忍不住了。好，月老想要告诉你说，你要让别人去尊重你，首先你要表达出你是尊重自己的一切，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能量，不要觉得你很渺小，也不要用谁赚的钱比较多，谁赚的钱比较少来去定义在感情中的一个贡献的程度。好，接下来看一下月老给你的惊喜其实这一组的朋友啊，月老想要跟你们沟通的有点像是你们真的一个人也可以
过得很好，要不要进入到婚姻或是一段关系呢？其实以你们的个性进入到婚姻或是感情关系中，你们会不自觉的有很多的承担跟责任，会有很多的付出。他其实是心疼你们的，就是你一个人的状态，其实会更容易能够去照顾到自己。但如果你今天选择进入到一段爱情、一个婚姻，这当中也许你们也会得到一些甜蜜的负担，就是在那个沉重的责任或是需要一些沟通跟退让的部分啊，你们的这个牺牲啊，如果可以换来对方的爱意，或是说如果你做的这些事情可以去维系这段关系的话，可以让你觉得对方跟你这个互动是幸福的话，我觉得你们会愿意去做，然后把原本的自己稍微收起来一点。怎么说呢？你们不见得一定要进入到一段关系，并不是每一个人在人生当中都需要走这一条路。有些人一个人其实也可以过得很好，但如果你们今天想要选择进入到一个恋爱状态、感情状态的话，月老希望你可以睁大眼睛。好，你们的对象啊，有一种可能会是跟你们很像的人，另外一种可能是跟你有一些地方是明显巨大的差异，比如说年纪差异，或者说你们的思考学习背景是有差异的，或是家庭背景是有一个很巨大的这个差异，或是文化的这个背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但是这当中是有爱的，有点像是这个爱是需要去克服一些东西来联系、来团聚、来维系。但是其实很多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们还是会选择去试试看，去体验一下感情，有感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你可能遇到这个人，你本来好像封闭的感官就会被打开，你就会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在往下走的时候，这份开心有时候会变成难过跟悲伤，但有可能又会变回和解，然后又继续延续这样的感情。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个感情的道路上它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情绪在的，有一点像是虽然痛，但是痛得很美丽，虽然这当中有一些沉重，有一些责任，但是又有没有办法去割舍的部分。你有的时候可能会变得比较铁石心肠，但有的时候又会好像很爱这个人，想要跟他无时无刻的去黏在一起，这样子的能量。我觉得你们很有几率去遇到一个比你们过往感情对象都更加成熟的人，或是他更加接近一个你们理想中爱的本质的存在，然后它可以是你生命中的某一盏灯，某一个出口。同时我觉得你们也在指引对方去思考一些有关于生命、有关于哲理的这个部分。好，你们遇到这个对方我觉得他也是有他想要做的事情，或是说他对人生的理想、人生的追寻。我看到很多的你们是会愿意去支持对方跟守护对方你们的感情到最后我觉得很像是
呼吸一样的存在，家人一样的存在。也就是说，彼此很习惯彼此的一个陪伴，然后不论是情感上跟功能上，都会渐渐的去适应。这当中啊，其中有人需要去变动放下，或者是说有一些调整。这条路不会说完全都一帆风顺，或者说完全都只有开心没有眼泪，它是喜乐交杂的。但我觉得你们会无悔的去走这条路，因为你们是很勇敢的。如果有这个体验啊，站在你面前，我觉得你们会去体验这样子的感情。你们会用自己最美的一面，然后给对方一个很大的震撼，在他的生命中。在你跟这个人碰撞的时刻，会留下很多美好的东西。好，不管别人是怎么看你的，月老想要你们记得，你们是非常美好的一组朋友。不要为过去的任何一个决定感到难过，感到后悔。每一天醒来都是一个全新的时刻，和过去的你说再见。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好，以上啊是有关于选到第3组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恭喜第3组的朋友，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